要相信我，咖啡是奢侈的。就是以后我们赚到钱了，我们就进去喝一杯，就是一个地位的象征。喝茶是正常消费，再贵也是正常的。咖啡是奢侈性的消费，所以不能够报销。那茶是不是奢侈性消费？我就问这句话。外国人都很奢侈，好奢侈啊！能到里面喝一杯咖啡，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愿望？ I could be red, or I could be yellow, be blue, or I could be purple,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.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. 又要来了，还有爸爸和妈妈。耶！星巴克刚在台湾开始的时候，都是啥人去喝？就是一些什么金融的啊、科技业啊，或是流行的人明星。那时候它的价格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特别昂贵？对啊，非常贵。25年前。是我一个投资人，当时创业，他就有一个也是年轻的，叫海龟，然后他当时是一个流行服饰业的总监，他就看好了我们的事业。你说他喘气，我以为他是看好你。也有可能。然后第一次约那个地方，我说哇，那人家请客吧，就进去了。那点餐的时候就是他帮你点的吗？对啊，不然的话有点尴尬啊，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点，然后人家，你要喝点什么，然后就也不会啊，咖啡你还是它有那个餐牌嘛，menu 也是可以看得懂，价格你说贵也不至于，就150嘛，160。那个时候150、160其实算是蛮贵的了吧？是贵的，但也还好，因为你一般去那个5星级饭店的大堂喝一杯咖啡，它会这个价格。只是说你不会随便去嘛，对啊。然后他们就是你知道吧，非常 fashion， 就讲很洋气，对啊，哇，觉得自己马上身份不一样。优爸刚才说的状况，就是我第一次喝星巴克的状况。大家都有同样的青春，但是呢，优爸第一次喝星巴克就是25年前，但是我第一次喝星巴克是在20岁、21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是2010年，四川的成都。当时我们也上大学，对于我们来说是望而却步的一个地方，它就发亮、神圣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觉得哇，好奢侈啊！能到里面喝一杯咖啡，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愿望？这个真的是我和我当时的室友闺蜜，我们两个每次经过都会说的。等咱们以后赚钱了，咱俩就去进去喝一杯。那是我们青春的一个赚钱的目标圣地，目标所向，山顶。对，就是以后我们赚到钱了，我们就进去喝一杯。从第一杯开始，慢慢的就机会就多了。因为从2010年开始做模特行业嘛，就挣的都多了，挣的多了呢，认识的圈外的商人也多了，偶尔就说出来一起玩啊，喝杯咖啡聊聊天啥的。这个喝星巴克的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多了，就被室友羡慕。哎呀，你看薇薇都已经喝到星巴克了，就是地位不一样了啊，就是那种感觉啊。那个时候也是啊，就进去了，你哪有学生进去喝呀？你一看都是商人，要么就是什么北京、上海来成都出差的，要么就是外国人，就觉得哎呀，人家那档次。你别说，我在成都还真的发生过一次很好玩的事，我还写了一篇文章，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中国公益界的反响。是啊，当时我不是2012年去那个成都嘛，对，然后做公益嘛，是，然后呢就约一些人，你也知道，就是我们会一些开会啊，或是约一些商人，有热心想做公益的，但是我看到他们又有去喝茶。成都你知道吗？到处都这种茶室，对不对？对，茶馆比较多，茶馆到处都是，而且从便宜到贵的都有。都有。对，
一般呢，像当时我的一些直属的领导，他就会带我去一些茶室。那茶室不是一般的就喝茶的，对，一般都可以打麻将，是有包间，对不对？都有的，还可以吃饭，都有。是很贵的，一次一下来没有个500-600块人民币，你真的很贵，出不来。对，然后我就嫌贵嘛，然后我就那个朋友约了，我说，哎，不要去那么贵的地方，我们就去那个星巴克嘛，然后我就去了。我们有四个人消费110块还是112人民币，差不多。就是点美一人一杯咖啡式的话，对，大概就是这个价钱。是的，热美式，很节约吧？很节约呀，比喝茶要节约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报销嘛，叫报账嘛，因为是公务嘛。是啊。结果审计的时候，那个审计人员问我，这笔钱怎么回事？喝咖啡。我说这个喝咖啡啊，我们这个那天开会，本来说去吃那个茶室，但我觉得茶室贵，我们不要，就省点钱在这边。他说咖啡是奢侈性的消费，所以不能够报销。那茶室不是奢侈性消费？我就问这句话，我说那如果喝茶室呢？他说茶室的就正常。我茶室要600。我说那也是正常的，因为咖啡是奢侈品。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，登在那个南都公益报，火了。南都报的就火了。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听到的人，绝对觉得很荒谬。这是真人真事，我就写了公益人不可以喝咖啡，然后就把这个弄起来，然后顺便说了一下这里面的荒谬，就刚才那这个荒谬的地方嘛。我们是真心想要把钱花在刀口上，对吧？但是审计人员说，你不是喝茶是正常消费，再贵也是正常的。就在他的世界里面，他还觉得咖啡是一件特别怎么样的一个东西。我以前我也觉得呀，就哪怕说我在认识优爸之前，我都已经经常喝星巴克了，但是我还是会自动的觉得喝咖啡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地位的象征。曾经我也这么觉得，那个年代啊，喝咖啡没有成为一种时尚、一种流行，所以你可以说就是那种咖啡店的兴起，它是一种时尚的前端，对吗？一个新的咖啡时代的开始。但是呢，真的就是我和优爸结婚来到台湾住之后，我会发现爷爷奶奶都喝咖啡，我当时也很诧异。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。那外国人每天喝咖啡的这个习惯，不是都已经存在几百年了吗？有吗？上千年了。上千年了。那这样怎么算？外国人都很奢侈，就是拿自己不知道的东西，然后要求拥有更大世界的人，逼迫他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咖啡是奢侈的。不是，它是不是奢侈品我们先不说，就100块钱的消费，3个人对吧？做一个开会，怎么都会比500-600块的行情便宜嘛？就单纯的从钱来说，也不可能说把这笔钱称为是奢侈。对，所以我很意外，你知道吧？就不管你怎么，你做一个审计人员，应该看那个是数字吧？这文化差异。他不需要我，就看钱嘛。审计不是看钱吗？要看的是你花这笔钱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出处是不是正当，有没有证明嘛？是不是？再来是金额有没有超出预算？但他的判断跟这两个没关系，就一个，你是做公益的，所以不可以去奢侈消费。咖啡就是列为奢侈消费。对。你不管怎么解释，它就是奢侈消费。对。在那个年代。对。或许现在不会了。因为也就是在近几年，就是大量的这种咖啡厅涌入。我要是有机会再到中国去，我会再试试看能不能报销这笔钱。当年你只不过倒带穿越而已，给你呼呼。你呀，真的不用太着急，老天爷安排每个人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，努力去吧。中国的咖啡市场在过去3-4年的变化非常迅速。什么时候咖啡就像街边买的豆浆一样随处可见？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咖啡文化深入人心？在我们家是近几年，近3-4年，
会叫人多余，这话说了就挨揍啊！排队喝星巴克啊！所以我们要是回到你老家，我们就请他们喝星巴克，他们是不是就这个有的聊？我的家乡的磁场，认识的朋友基本上就是我过的是最不好的，就是你说经济条件啊，过的是最，对于他们来说就说哎呀太辛苦了。了解或者表现彼此的生活状态，基本是微信朋友圈提供。出去下午茶，就会约去星巴克，然后还会拍照打卡啊，今天的下午茶会这样。2010年在成都第一次喝星巴克，就是自己自拍了好多张，各种角度，一定要拿着杯子哦自拍。它就是一个断距离，1线城市、2线城市、5线城市，多少年之后它还是会我2006年到上海去嘛，去的时候刚去，身上其实没带什么现金，特别是第1个月。对啊，我没有意料到需要那么多现金。然后呢，当时想说，那反正现金不过可以刷卡，我也没意料到能刷卡的地方那么少，都是直接用银行卡扣款。那我周末无聊了，对不对？哪里都无聊，要去哪里呢？我也没钱。没有，想说我再过个2-3个礼拜就回台湾，要是再带多点钱，是吧？然后让他喝杯咖啡，没有现金，所以只能找人刷卡。找来找去，只有星巴克可以刷卡。只有星巴克可以刷卡。可以刷信用卡，他们叫国际信用卡。哦。刚来台湾的时候，优爸一直都是自己去便利店，早上去点一杯咖啡嘛，便利店咖啡。有一天他就说 ：“baby， 你帮我去买吧。”我说好。然后我就问优爸说怎么点，优爸说：“你跟他说，你说那个要那个乐美式。”然后我说好，然后我就去了，我就跟店员说一杯乐美式小杯，然后店员就给我拿了一杯咖啡。我觉得很神奇哦。为什么？一直到就是这3个字我就不懂，直到前2年。前2年那都几十年去了。哪有几十年？就前2年，我也没帮你点过几次咖啡，好吗？一般都是你自己去。我再说这个乐美式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优爸说的乐美式是热美式。哎呦呦！太激动了，哪里有不一样？我在想说，原来是热美式。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知道咖啡这种东西，是我小时候别人送给我爷爷的雀巢咖啡，现在超市还有卖了，那个瓶儿可大一瓶儿，送给我爷那种礼盒啊，里面还有叫咖啡伴侣。对。那个哎呀可高级，然后那个瓶是那种棕色的瓶，里面那个咖啡就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啊。当时我就看到，我就问爷爷这是什么呀？爷爷说这是药。然后我就说我想吃一口尝尝啥味儿，我爷爷就给我了一粒儿啊，速溶咖啡嘛，可苦，再也不要了。但是我爷爷没有喝。那后来怎么？就是别人送嘛。就一直留着，一直留到过期扔了。那个年代谁见过咖啡这种东西啊？把雀巢咖啡作为一个送礼的高档礼盒。我小时候也是啊，小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呀。是吗？也是这种。啊，你们也是啊？对啊。优爸的小时候，我大概在天堂排队呢。我有一个姐姐，比我大3岁。他是从去年开始，慢慢有习惯说，哎，咖啡原来还挺好喝，然后爱上了去那种连锁咖啡店买杯咖啡的习惯。他在的城市是大概4线城市的样子。那他就算很少数的少数人。不知道，因为这也蛮晚的啊。对。现在我的家人，包括我的朋友。喝这种连锁咖啡店的咖啡是一种，有些朋友是一种习惯了，或者说哎已经融入了这种咖啡的文化了。但是更多的呢，除了优爸，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做手冲咖啡。
我是看到了优爸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咖啡是这样做出来的。只有优爸一个人，就身边这么多朋友，大家现在都沉浸在这个时代。哦，不知道再过多少年之后，大家开始手冲咖啡，这是一种时代吧？对啊。只是说快慢什么时候而已。拜拜，喝咖啡了。喝咖啡聊是非，我们真的是。你如果一直都在这个城市里面，或者是在这个大环境里面，你就觉得哦，这个世界就是应该这样的，这个世界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，没有错，这个是你的世界现在正是这样的。但你冲破了你原始的大环境，你再跳入其他大环境，哦，原来世界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是这个，它还没有发生，或者说它已经发生过了。就好像是我第一次在成都喝星巴克的时候，对于台湾来说，优爸它已经发生过了，对于我的家乡还没有发生过，就是这样的。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，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，可以选择悠游粉、优爱粉或是优福粉。选择好之后呢，点击蓝色加入键，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，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，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，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。这时候出现页面，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，直播室等你哦。我是优妈，我是悠悠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下方留言哦。对，还有电